我们今天就不吃屎了，请吃美食。啊，维诺！可笑，人类也以为借用了什么秘宝，就觉得自己能凌驾于神明之上，是吗？可是你不是都被剥夺神格，还自称神明吗？此话一出，汉魃也彻底闭嘴了。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我，未来帮你夺回神格也不是不可能。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神明的身份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画个饼没啥大问题，不用吃喝的超凡境打手，不要白不要。果然，这句话效果非常明显。即使是活了2500年的神明，脸上的表情在听到可以重新夺回神格的一瞬间，也有一丝动容。你刚刚被我夺走的超凡境实力，只要你臣服我，我立马就能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未来只要你取得我的信任，我还能助你突破斗宗。此话一出，汉魃已经开始犹豫起来。此时，小金也飞到了苏晨的耳边，轻声道：“主人，你这样说，他肯定会答应的。这也行吗？他们的仇恨这么深的吗？”是的，主人。而且只要是绑定在弑神经书里的神明斩杀神时，神明、天职者也都将会为主人提供能力点。那就没问题了。天女拔，我不管你信与不信，只要你愿意臣服，所有的二重幻影我都会交给你来斩杀，当然包括尼尔斯。果然，这句话简直就是立竿见影。汉魃和尼尔斯的仇恨绝对不是3言2语就能解释得清的。如果你能说到做到，我愿意臣服。苏晨点了点头，立马就将长枪切换成了弑神经书，翻到既有天女拔的那一页，立即就点击了他的名字。后面2个都不能使用吗？或许是要将它收入弑神经书后才能使用吧。苏晨想着的同时，点击了第1个选项，顿时在汉魃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金色光圈，光圈逐渐将它覆盖，数秒后就消失在了面前，而弑神者的力量也在这一刻消失殆尽了。与此同时，弑神经书上汉魃的界面也发生了改变。苏晨，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诺，你的能力点。只见龙洛尔右手提着一颗水晶球，里面有一团如同黑色淤泥般的东西在蠕动着。这里面就是尼尔斯吗？好恶心！二重幻影的本体就是这样。对了，那只僵尸道士呢？苏晨，你杀了吗？那倒没有。其实，巴拉巴拉。龙洛尔听完苏晨的阐述后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收服神明，成为自己的助力，一念之间掌握神明的生死，实在难以令人想象。不过考虑到是弑神者的能力，或许应该如此也说不定。那现在那僵尸在经书里边吗？应该是吧。小金，怎么把汉魃弄出来？主人，天女拔已成功绑定弑神经书，如果主人想要召唤它出来，只需要跟我说就行。那现在就把它召唤出来吧。好的，主人。随着小金话音落下，天女拔重新出现在了面前。然而此时，天女拔的脸色已经彻底充满了震撼，很难想象她被收入弑神天书的期间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只见汉魃刚被召唤出来，立马就向苏晨下跪起来。苏晨大人，汉奎愿意为你效劳。刚刚还是那么不情不愿，怎么突然就下跪了？看向小金时，他的脸难得地露出一副尴尬的表情，显然是在隐瞒些什么。小金，弑神经书里边究竟是啥？他怎么态度变化这么快？他在我前面，我好像也没有力量涌现了。主人，其实是神经书里边是一个由初代弑神者大人开拓出的新世界，我其实也没进去过，不太懂。至于主人的力量，绑定弑神经书后，它已经不再隶属于神明势力，而维持住它的存在需要消耗主人的灵力。原来是这样吗？难怪我感觉我灵力流失的好快，看来让一堆神明打手去城外狩猎神使，自己在家里唱跳 rap 的想法实现不了了。龙洛尔听闻此话，瞬间嘟起小嘴。你可别给我偷懒，该要的锻炼你一个都不能少。我知道了，我灵力都快没了，先解决正事吧。洛洛，那个水晶球给汉魃吧。以后我就叫你天女拔好了，这应该是你的真名吧？尼尔斯现在交给你，你和他的仇怨就此画上句号吧。谢谢。天女拔注视了被封印在水晶球内的尼尔斯，叹息了一口气后，立马施展神力，直接将尼尔斯连同水晶球化为了虚无。与此同时，小金的声音再次在苏晨的脑海中响起：恭喜主人击杀神明尼尔斯，该目标已违反神灵条约第4条，奖励翻倍，获得12000点能力点。喂，这也太肉了吧！兄弟，你好歹用点力呀！我一直回避他攻击都快累死了。西装男子在回避张无涯的巨斧攻击后，吐槽道：“这段时间他们2人一直都在与张无涯纠缠。西装男子负责吸引张无涯的火力，而赵山河负责隐身进攻张无涯。我每次都能刺穿张无涯的要害，但根本没见到他行动因此而变得迟缓过，太肉了，跟出了6件霸者重装一样。干脆我们换换，我来进攻。我倒是也想换。”此时，于倩倩也在远方不停地使用狙击枪打掩护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死了也那么难缠，真的恶心坏了。
毕竟是王者级的神识，我们这里连各传奇境的强者都没有，能有一战之力已经算不错的结果了。我灵力都快见底了，再打不赢就得撤了。海波他们怎么样了？乘客大部分都解救出来了，不过根据乘客名单来看，好像失踪了几人。失踪吗？这里并没有其他神使出没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失踪？就算因为班车被进攻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话，那也应该要见到尸体才对，怎么会人间蒸发了？难道是？陈海，赶紧让海波他们远离那些乘客，恐怕乘客里有会化形的种族。听闻此话，张陈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海波，听到了吗？咋地了，陈海？你突然这么着急干啥？赶紧远离那些城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对讲机另一边传来沙沙的声音，显然张海波那边出事。张陈海立马拿起望远镜，只看到被保护起来的乘客全部都开始与张海波等守夜人进行交战，其中已经能看到有2名守夜人因为偷袭已经重伤倒地了。毕竟谁也不会想到，被解救下来的乘客居然会突然发动袭击，而张海波正挥舞着剑在各个乘客之间穿梭，每次挥剑都直接将乘客斩成2半，暴露出黑色影子的本体。倩倩，不好了，那好像是2重幻影。糟了，你也先去支援，绝不能让2重幻影吞噬我们的人。如果真被他们复制成功，总部内的消息全都要泄露了。收到。张陈海立马拔出自己的本命武器，就朝着张海波的方向冲去。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些2重幻影至少都有英雄境以上，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呗！就算死也不能让这些2重幻影离开，一旦他们混入社会，造成的危害简直难以想象。那是肯定的，师傅，我放大招了。如果我待会没灵力了，记得把我抬走。喂，这里可是有其他人在啊，别放那个。诸神剑阵起。啊，米诺。